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14号星期一，街上很冷清啊，因为这边还是他们一个每年很重要的连休的一个假。然后公司呢，国内的小伙伴们也放1周的假，然后去玩了。我这边呢也稍微的，就之前一段事儿也基本忙得差不多，这一周我也会相对轻松一些，看是不是去周围的地方转一转。这半年忙的哪儿都没去呢。明天休息一天，今天回评论。虽然今天是第3个训练日，因为后天是跑强度课。今天跑短一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大阪城的小跑团组织了一个晚餐活动，在一起挺开心。虽然有一些语言的障碍，但是其实勉强的英文沟通还是可以的。昨天晚上和本田先生聊，他要去这个月底的北海道的马拉松，就是奥运会那个赛道，当然会比较热，应该在20多度。然后他要去10月份的芝加哥马拉松，芝加哥是他的第3场了，大马哥。祝愿吧，祝愿本田先生有好成绩。芝加哥的赛道还是可以的，很平，然后起终点都在一起，会比较舒服，不是很偏，起终点在中心，几乎的市中心。唯一可能就是可能会稍微有点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其他都还好。昨天睡得晚，昨天回到家9点半，今天轻松跑了一个，咱们一会儿聊聊评论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那咱们准备开始聊评论。先是一位小伙伴，我估计您是开玩笑，您说我看见那位睡着的老哥，您前一天晚上跑过去他就睡在那儿。这放假这几天应该早上起来睡在路边的人挺多的，但是要是真的您告诉我啊，如果您知道是哪条商业街。29岁，10公里可以跑到45分到50，半马是1小时50到2小时。初跑者一共就跑了500公里，在跑刚才那种成绩的时候，心率都在185。问我是不是太高了？是不低，但是太正常不过了。我分享过很多次，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其实无论是10公里、5公里，甚至是半马，心率都不低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差不多5公里已经可以跑进25分钟的时候，5公里的心率都在180多。那时候我也29岁。心率这事儿是这样，就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，健康的成年人就几乎不会把自己跑坏的，因为他承受不了那个强度，他就不会做那么大的功。你最后就是你就会停下来，你就会跑不动，你就会喘不上气。他心脏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往快的跳，他能跳这么快，说明他还能承受。也不用太多考虑说天天这样不行，其实是这样。如果您天天这样不行，还是刚才那个道理，你今天不行累了，你今天你就跑不动了，对吧？或者你就跑不远了。所以一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就像我昨天说的，就是你不要硬干，但是呢，努力的顺其自然，就会比较好。佳明的预测准不准？怎么说呢？我现在的成绩，无论是佳明、高驰还是 Stride， 预测都挺准的。
但是在我跑得慢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用佳明的时候，确实是不准。那时候他告诉我我能跑3小时15，那时候我只能跑4小时20。就我的判断是，距离越长的比赛预测越不准，因为你的耐力这个事儿是很难通过一些数值就能预测的。你比方说最大摄氧量，最大摄氧量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天生的东西，就是你的上限。普通人可能练一段时间就能达到自己的上限，在未来的运动生涯中，它不会永远上升的。那刚到这个上限和跑了几年以后，那你的能力肯定不一样。就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数能够准确的评估一个人的耐力。像我说，Stride 用功率预测准，或者说现在这些手表对我的预测准，可能也不是说因为我跑得快了，耐力强了。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距离跑得长，就是你想，你每天如果都跑20公里，那他拿20公里去预测你的40公里，显然要比拿5公里去预测你的40公里要准，对吧？所以这又给我这个单次距离增加这个理论找了个支柱。还有就是我说的赛前30公里的测试要按什么心率跑，这个您的问题我没听明白。您的问题中也说了30公里全力以赴，那它不是按什么心率跑的问题啊。我想按140的心率跑一个2小时30的全程马拉松，那不可能呀。马拉松成绩，既然您说预测成绩，成绩就是配速说话。您要是能低心率跑一高配速，那也可以的，但是这不现实啊。我说的那30公里就是你跑完就不行了那种强度。另外就是记得我说过，赛前2周或者2周多一点，跑个30到32啊，本田先生。啊，洪大桑，哦还有，还有。我是说过的，我觉得有帮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赛前4周跑了一个强度的30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之后你那2周的信心肯定是爆棚的，而且你会觉得日常训练特短，这状态是对的，迎接马拉松会更好。但是呢，你要靠4周的时间让身体恢复。但是到最后那1周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之前那30公里起的作用已经开始衰退了。所以呢，可以考虑提前2周多跑一个就是低强度的有氧，跑一个30或者甚至32，就别有太大的消耗，差不多1周或者说5天就能恢复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最后赛前还有9天左右的，就是没有受这30公里强度影响的日子，但是呢，你的精神力量被保持住了，对吧？比赛的早餐能不能用能量胶代替？怕闹肚子。我觉得不全能，因为能量胶吸收的太快了。比赛的早餐应该以精致碳水为主，虽然是精致碳水吸收的也快，但是没有那么快。比较推荐的就是白米饭、面包、馒头，尽量的亚洲人远离奶制品，可能吃多了会胀气，因为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你那比赛天早上起来吃蛋白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千万不要吃豆类制品，然后不要吃高纤维的东西，就所有平常推荐大家吃的这种有营养的好的东西都不要吃了，就因
因为对比赛没有任何帮助，有的只会是副作用。还是建议您吃饭。所以你们看，我虽然空腹晨跑，但是如果有比赛，赛前1个月左右，我就会恢复，就是跑前稍微吃一口，然后到赛前的1周会恢复先吃早饭，你要适应就行了。吃能量胶能不能就不吃电解质了？这怎么说呢？就我吃过的大多数能量胶，基本还是以糖为主。你看配方嘛，对吧？有的时候赛道上你吃一颗盐丸，更多的不是它真的怎么样，有时候就是一种心理的调节。所以我都不吃胶囊，就吃那种片剂。有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就含嘴里含着，那种苦涩咸。相信跑过马拉松的小伙伴们都有体会。汗多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就说的比较直接啊，忍着，都这样，我也是啊。那次跟老哥去 Park Run， 那完了以后他也是啊，那身上的汗四处往下流，大家都是这样的。您说跑几公里以后衣服就湿透了，我这现在刚不到7公里也湿透了，正常现象。停跑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生活工作压力也大，感觉要从头开始了。这个没办法，耐力项目这种事儿就是停了超过3周会有明显的退步。你要停了很长时间，确实是从头开始了。那从头开始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再享受一次新手福利期，对吧？对成绩又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挺好的。关键的不是不是从头开始，关键的是开始就好，开始就有看到结果的希望，否则不就完全没有机会吗？就不要害怕。你看，有的人害怕疼痛，有的人害怕劳累，有的人害怕，比方说，害怕一些挑战等等。那他害怕的这个对象，都是通向成功路上的必须的东西。那他就等于是害怕成功了。这么想，好不好？有一个朋友是咱们频道的观众，就是这位评论者的朋友，说想送他个小礼物，有什么东西适合，就是给跑者。我觉得这个季节送个冰袋儿，就是那种能搁冰块和水的那种，挺好，轻便，然后有用，也不是很贵重，朋友间送礼物，传达情谊，对吧？开始跑步，然后确实是瘦了，但是一测告诉我说肌肉量下降，体脂上升。这个跟大家简单聊两句，就是几乎所有的家用体脂秤那个数都不用太相信，因为它基本就是靠电阻，靠你身体中的水。最早还有那种2个手握着的那种，就是纯测体脂的那种东西，你把手弄湿了跟干着完全不一样。当然您如果说比例跑步，我觉得最终你肯定你的身材比例是要比不运动的人强的，但是肯定是赶不上体力劳动或者是练力量的人的。因为确实跑步是一个平衡消耗的东西。为什么我老说跑步的问题用跑步就能解决，跑步不能解决的问题专项练习也很难解决呢？就是这样。本田先生又过来了，
它大概比我快10秒的配速。然后跑步是个平衡的事儿，也需要平衡的练，它也会让你的身体平衡。你们看，专业优秀的跑步运动员也不是肌肉很分明的，但是人家会做一些专项训练，所以肌肉会比普通人发达一些，再加上瘦就会很分明。普通人的话，就是身材最后会跑得很匀称，但是你跑到我这个强度和体重，那您的各种肌肉都会显露出来的，因为脂肪已经足够少了。哎呦，这些小伙伴都是昨天晚上一起喝了啤酒的。这刚6点，基本上都比我年纪大，有几个同岁的都比我大1、2个月。本田先生也跟我同岁，大家都很拼。行，差不多，准备的都回完了，再慢跑1圈我就回家了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8月14号星期一清晨6点32训练结束。今天早啊，因为今天跑的少，跑了13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6，功率199，心率139，步频195。那出汗吧，我也出汗，这都湿透了。啊，有小伙伴说，这件衣服的材料会不会出汗以后相对更加的贴身？是的，就这一代 Nike， 就这一年的竞速背心确实是会更贴一些。然后这件衣服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标是那种印花材质的，就是它是硬的。不过也还好啦，就是你想跑马拉松40多公里的比赛，怎么可能啊？就算你不出汗湿透，也会有各种东西，水呀，然后降温的毛巾啊、海绵呀这些，有时候到后边你巴不得能让自己身体有点水凉一凉，是不是？像我的小窍门就是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两侧。到后程的时候，如果有那种降温的海绵，有冰的、有水的海绵，哎，往这2个地方摁一摁，会非常的舒服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，然后看见了早上起来在大阪城努力跑步的小伙伴们，就几乎是每天都这样。你看，昨天我们，其实我酒量不行的，昨天晚上是去了一个露天的啤酒花园，然后喝朝日，我喝了3扎。本田先生好像得喝了4扎或者5扎。你看早上起来，我照样还在努力的训练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跑步的人才能体会的一种热情和努力。可能并不是说像你说我跑的时候，或者说大家努力的小伙伴们跑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每一步都去想我要拿一个什么成绩吗？我觉得不会的。它可能就是一种生活状态。一种对自己的怎么说呢？对自己充满期望的状态，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保持斗志吧。我觉得任何事情放到一个42公里的赛场上，都会看得很清楚，没有任何的妥协，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运气，都是一分努力一分收获，一分耕耘一分回报。跑马拉松可能不是为了回报什么，只是为了说将来某一天，我看着之前的奖牌会说，对自己那一段的生命和岁月给一些肯定，也就这样，行吧？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个训练日见，准备这一周2次的强度课。